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想要跟你们做一个关于春夏鞋子的分享。原本最开始是想要说做一个春夏鞋子的所有鞋款的合集，后来就发现说我的鞋子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今天先主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是关于凉鞋这方面我觉得很适合春夏的一些款式。其中呢，有一些可能是我去年就已经入手了，并且很喜欢，但是呢一直没有说找到机会来跟大家分享过。然后呢，还有一些款式的话，就是可能近几个月入手的，一共呢会有9双这么多，并且呢，我觉得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一些优缺点吧，所以呢，今天这个视频就总体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测评一下。然后呢，如果说大家之后想要看关于更多其他不同的鞋型分享，像是运动鞋啊，或者说高跟鞋这样子的呢，也欢迎大家给我留言。如果想看的人多呢，我之后也会出分别的这种合集。OK， 那鉴于今天视频要分享的鞋子还挺多的，所以呢，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紧开始今天的视频吧。今天视频里面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双鞋子呢，就是一个我去年入手的款式。我印象当中去年同样是4月份左右，我有给大家出过一个12双春夏鞋子合集的分享，然后那个时候呢就还没有到手这一双。目前我手上的这双的话，应该是我去年差不多6、7月份的时候入手的，但是之后呢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吧，来跟大家分享这双鞋子。那这双鞋子呢，真的也是去年入手到现在我都一直非常喜欢的。最喜欢的地方应该就是它整体的这个设计感，就是鞋型的设计以及说拼色的这种感觉。它整体鞋型上面就是一个非常尖头的这种小 pump 的设计，所以呢整体真的是非常有女人味的一个设计。然后呢皮质上面的话，它是一个这种牛皮，然后拼接着一点点这种 PU 皮的这种组合的感觉。颜色上面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这种香芋紫拼大地的这种棕色，所以呢整体看上去怎么说呢，就是很温柔，然后呢很有女人味。那大家都知道尖头设计的这种小凉鞋呢，就是会怎么说呢，显得你的脚会比较的秀气，同时它又有一个这样子差不多4、5厘米的这种高度吧，所以呢可以把你的那个脚踝往上拖一点，整体看上去小腿的线条也会更好看。那这双的话，它还有一些设计细节我也特别喜欢，就比如说像是它的这种鞋子的绑带上面呢有一个很复古的这种前臂的设计，所以呢也给这双鞋子更增加了一些那种造型上面的独特性吧。搭配上面来说的话，我印象当中去年就给它搭配过，像是裤子啊或者说裙装呢都有搭配过，它都非常的合适。拿裤装来说的话，我还是比较建议去搭配可以露出脚踝的那种裤子，无论说是微喇的造型，还是说那种比较小脚的西装裤的那种感觉呢，都会很好看。所以呢这双鞋子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适合就是说有通勤需求的人，因为呢它也是怎么说呢，整体看上去呢是比较干练的，同时呢会有一定的气场。除此之外呢，这双鞋子它本身的这个绑带设计也挺特别的，就是你在内侧的这个侧面看的话，它是一个这种交叉的绑带，然后这边看的话又是不同的造型，正面看呢就是一个这种斜侧过来的这种感觉。所以呢这双鞋子我个人真的很喜欢，但我还蛮惊讶的，就是我手上的这一款真的不属于这个牌子里面比较爆的那种款式，选的尺码呢是比平时自己的尺码要大1.5个 size， 穿上去呢真的还挺舒服的。因为我本身一直以来我都有推荐过好多双这个牌子的鞋子嘛，我一直都觉得他们家的鞋子真的要入大1.5个 size 才是最舒服的。同样呢，今天所有的鞋子我自己穿的一些尺码，包括一些是不是存在这种偏码的情况呢，我都会以文字的形式把它们总结好，放到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面。所以呢，如果大家有需要去参考的话呢，就在视频看完之后呢，再去信息栏查看就好了。那第二双要跟大家分享的鞋子呢，也是一双我去年入手的款式，我感觉跟第一双呢是差不多同期到手的。然后这双鞋子的话，我感觉去年整个秋冬我是没有拿出来过的，但是呢今年这个时候最近我又把它拿出来搭配了，因为我觉得这个鞋子的鞋型本身就是这2年很流行的一个款式嘛，包括很多那种欧美的牌子呢，他们都有推出几乎是差不多的这样子同样的款式。那材质上面的话，它同样是一个牛皮拼这种 PU 皮的设计，款式上面的话就是一个这种还蛮高跟的坡跟鞋的款式。大家看到这么高跟的感觉，可能第一反应就会觉得说是不是
会很难走，会不舒服。但是讲真的，这双鞋子应该是我目前穿过在跟高这么高的情况下面舒适度最高的一双了。这种一体式的鞋跟设计几乎已经延伸到快要到脚掌后方的这个位置了，所以呢它会把你整个脚掌稳稳的托住，走起来呢也不会很吃力。然后前面这个宽边 PU 皮的设计呢，就是会让你穿上去之后呢，显得脚背这边感觉没有什么东西嘛，所以呢整体看上去才会觉得说把脚踝一直延伸下去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同样也是一双穿上去之后会显得你小腿要长很多的一双鞋子。它颜色上面呢也是有好多不同颜色的选择。我自己是还蛮喜欢这种怎么说，只有黑色跟这种透明的这种拼色的感觉。整体的呢看上去更加的简单利落，然后呢在搭配上面来说的话也会更加的好搭配一点。但是呢如果说你想要追求那种春夏的一些撞色啊，或者说稍微鲜亮一点颜色的那种感觉，也可以去选择那种可能鞋带跟鞋跟本身是不同颜色的那种款式。那关于这种透明 PU 皮的材质呢，我相信大家也会有一个 concern， 就是说万一它时间长了一点之后呢，这个 PU 皮会不会变得很黄很脏。那这个呢说真的也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个蛮大的 concern 的，所以呢去年也都没有跟大家分享过嘛。但是就目前来看，一直到今年现在，我觉得它处于的这种状态还是挺好的，并没有出现那种说发黄显脏的那种现象。那接下来要分享的第3双鞋子呢，应该是我近1个多月以来吧最常穿到的一双，就是这双黄色的小凉鞋。这双鞋子的话，就鞋型上面来说，它应该已经是可能去年甚至说是前年推出的款式了。然后呢他们就是会每年都推出几个不同的新的颜色。今年的话我就看到了这双新推出的像是鹅黄色，或者说像是鸡蛋黄一样的那种颜色。那我这个人就是一到春夏这种时候，真的就非常喜欢黄色这种颜色的单品，无论说是包包啊、衣服、鞋子，看到呢我就很想要拥有。那像这样子的小凉鞋呢，我就很想拿它去搭配各种浅色的牛仔裤、牛仔裙啊，或者说是像是各种各样好看的小裙子。那就整体设计上面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鞋子也是秉承了 Evelyn 他们家一贯的那种极简风的感觉。但是呢对我来说，我觉得它又多了一些那种复古感，因为它整个前边的这个鞋面设计的很宽。我很确定我小时候肯定在我们家的那个鞋柜里面有看到过我妈有过这样子的鞋子。这样子的鞋型去配上一个鲜亮的黄色吧，整体看上去少女的感觉会更加的强一点。然后呢这个鞋子本身也是有一个可能4到5厘米这种比较粗跟的设计。我感觉我可能近大半年以来真的就很沉迷于去买各种有跟的鞋子，就不是那种细高跟，但是呢像差不多一个4厘米左右的这种粗跟呢，会给我自己本身增加一个很强的这种安全感。然后呢这个鞋子它皮质上面的这个柔软度我真的非常的满意，它并不是说是属于那种小羊皮特别软的那种，但是呢它绝对是一个非常舒适的那种牛皮。然后它整个前边的这个鞋面摸上去也挺厚的，能够看出来是一个双层皮的那种设计，所以呢它可以很好的把整个鞋面的那个型给固定住。但是呢因为本身的这个鞋子的那个皮质是比较软的嘛，所以呢在我穿了4、5次之后呢，大家应该能够看出来它前面呢有出现一些这样子的折痕。另外呢它鞋子系带这边呢也是给你设计了可能有5个这样子的不同的插口，所以呢对于脚踝细一点粗一点的人来说，我觉得这双鞋子呢也是非常友好的。并且呢在鞋子绑带的背面呢也能看出来有设计一个这样子的松紧带，所以呢整体细节上面怎么说呢，还是会让你觉得说很贴心，照顾得很周到。第4双要分享的鞋子呢，同样是一双 Evelyn， 然后这双鞋子怎么说呢，大家看鞋底应该也能感受得出来，我也是经常在穿的。如果说要一句话总结的话，就是跟刚刚那双黄色的比起来，舒适度上面我觉得黄色那双真的是赢了。因为这双鞋子我近期就有尝试过穿出去蛮长时间的，就是1天内可能中午出去，然后一直在外面走呀，然后逛呀，逛到可能个下午6、7点钟回家，你就会发现呢，在你的
脚趾头的倒数第2个脚趾的那个位置，在这边呢会有一点点出现磨脚的情况，就是可能还没有破皮，但是呢已经开始泛红了那种。可能就是因为这双鞋子本身设计上面呢就是一个那种前边的这个鞋面看上去比较窄的设计。那就整体设计而言的话，我觉得这一双相比于刚刚那双黄色的，应该就是属于一个怎么说更加基础款的设计了。因为这种鞋款在春夏就是无敌的百搭，你几乎可以拿它去搭配任何的裙子、裤子 whatever， 所有的东西它都可以搭配。鞋跟的高度上面呢也会相对于前面那双呢更加的矮一点，所以呢这双鞋子除了说在这个位置上面会稍微有一点点磨脚，几乎其他的话就没有任何不舒适的地方了。颜色上面的话，这双它同样是有蛮多颜色选择的，然后呢我就选了一个这样子的，算是裸橘色或者说裸棕色这样子的颜色。因为这种颜色怎么说呢，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最日常最百搭的颜色，它几乎是可以成为你鞋柜里的那一双，就是当你不知道要穿什么鞋子的时候，就可以踏着它就直接出门那样。那这个鞋子从侧面来看的话，其实你把后边的这个绑带忽略，就会觉得说它像是一个这样子的muse 的设计。但是呢它在后背这边增加了一圈这样子的绑带设计呢，其实是可以怎么说呢，让你穿起来更加的跟脚之外呢，同时也是可以减轻你前边这2根那个绑带在你脚上的那个摩擦力的。所以说如果这双鞋子它没有后边的这个绑带设计的话，我相信它在前边这个位置磨脚的程度会更高，说不定你穿到下午6、7点的时候就已经磨破皮了。至于这一点我是怎么了解到的，大家继续往后看就知道了。那接下来第5双要分享的鞋子呢，真的是我今年超级喜欢的一双，就是哒哒这一双。这个鞋子也是在我穿搭里面已经出现过好几次了。其实乍一看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这双鞋子跟刚刚那双 Evelyn 呢其实是属于同一个套路的，因为它是都属于这种2根细绑带设计的嘛。但是呢这双相对来说呢，它更加的怎么说，可以 dress up 或者说 dress down 都 OK， 然后它相对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一双那么的日常。它的这个上面的这个细绑带是差不多在脚踝的那个位置，那这样子的设计相对来说你穿上去之后呢，会显得你整个人更加的挺拔一点。然后我最喜欢的地方应该就是首先它本身的这个颜色跟花纹，它纹路上面看上去就很像是那种蛇皮纹路，但是呢它又设计成了这种黄色的这种蛇皮纹路，所以呢整体看上去又多了一点活泼的感觉，少了一些那种那么野的味道。除此之外呢，这个鞋子穿上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它真的无敌的显脚白，而且呢就是那种肉眼上可见的差异。然后它在设计上面还有一个蛮贴心的地方，就是它在脚后跟这边的这个位置上面呢，有设计一个这种整个把脚后跟包起来的设计。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像这样子上边的绑带非常细的这种鞋子呢，很容易就穿起来会比较的容易脱脚。但是这双鞋子因为后跟的这个包裹性的细节吧，就会让你穿上去呢贴合度会更加的高一些。然后鞋跟上面它同样是一个这种粗跟的设计，高度上呢应该是差不多5到6厘米左右。那我也有尝试过穿这双鞋子，可能超过5、6个小时，然后其中2个小时呢都是一直站着的，基本上呢没有什么不舒适的感觉。所以呢这双鞋子总体来说我也是非常推荐的。 OK， 那接下来第6、第7双凉鞋呢，我打算放在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这2双鞋子呢其实在我之前的那个春季的购物分享都已经出现过了，然后我最近又再穿了一段时间吧，所以呢我就想说可以来跟大家 update 一下这种穿着的感受。就是我手上的这2双，它们在鞋型上面来说的话，乍一看其实就是属于同一个类型的，都是这种比较细带的莫勒凉鞋的款式。然后这2个牌子也都是属于那种比较怎么说，现在比较火的一些小众品牌。我不知道大家在镜头前面能不能感受出来，就是这2双鞋子跟我上一次在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比起来都沧桑了很多。就是因为我把这2双鞋子呢都有带去，当时去那个达拉斯，那在达拉斯的那3天，因为几乎每天的行程都非常的满嘛，差不多出门就是早上8点半之后，然后到晚上可能最早也要可能9、10点钟回来。所以呢他们几乎就如果说那一天我穿了哪一双呢，就是几乎穿了超过12个小时。所以呢现在他们在镜头前面看去都是有一副怎么说被我糟蹋了的那种感觉。那首先在舒适度上面来说的话，这2双如果硬要比较，我觉得我左手的这一双呢是要胜出的。因为by far这双它也是属于那种特别细的带子嘛，即便说我入的这一款它是一个这种麂皮的材质，但是呢这双鞋子也是在
比较接近小脚趾的那个位置上面呢，会有一些磨脚的情况。那我觉得这可能是这种设计的鞋子里面都无可避免的一个问题。然后这双棕色的话，就是它前边的这个带子这么多，然后这么细的情况下面，我原本是以为它肯定会更加的磨脚一些，但穿下来却出奇的发现它舒适程度上面真的还挺高的。即便说它前边的这个带子都非常的细嘛，但是呢，你能感受得出来，它上下的这种空间感是比这双更加的高一些，所以呢，反而穿起来更加的舒服。鞋跟的高度上面呢，这两双也是处于一个差不多的位置，可能这双呢要稍微的再高出个1厘米左右。其实怎么说呢，在时髦度上面呢，我觉得也是不相上下吧。那最后在搭配上面来说的话，这两双我还是不得不说，如果从百搭程度上面来说的话，肯定还是 by far 这双更加的胜出，因为它本身设计上面看上去会更加的简单一些。所以呢，这两双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看自己的那个需求点在哪里。如果说你是想要一双鞋子可以就是说穿出去逛几个小时的街也毫无压力的那一种，同时呢又比较的洋气，那么我觉得这双是很不错的选择。但如果说你是想要选择一双真的几乎搭配任何东西都不太会容易出错的呢，那么就选择by far这双，但可能一天穿出去的时间呢，就尽量的不要过长。我突然发现我数错了，今天要分享的鞋子一共是10双。所以多出来的双就是当做是 bonus 好了。那要分享的第8双鞋子呢，也是一双我找了挺久的鞋型的，就是这双方头的玛丽珍鞋。那玛丽珍鞋也是我春夏特别喜欢的一个鞋型，因为它本身设计的很可爱，然后又是比较复古的那种嘛。然后去年我春夏鞋子合集的视频里面呢，也有跟大家分享过，可能1到2双玛丽珍鞋。今年的话，我就很想要入一双方头，因为方头相对来说会比较的有时髦度一点。所以呢，相当于是在一个复古的鞋型上面添加出一些怎么说比较现代流行的那种元素。那这双鞋子它材质上面的话是一个这种鳄鱼压纹皮质的这种材质，然后鞋子内里这种脚掌鞋底的位置呢也是一个比较柔软的这种牛皮的设计。鞋跟的话，大家从侧面能看出来它是很特别的一个稍微有一点点斜度，就是往里斜的这种斜方跟的设计。然后它脚踝位置的这个系带呢，也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这种搭扣的，所以呢穿起来怎么说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方便一点。那这双鞋子整体搭配上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因为本身它造型上就很复古嘛，所以呢去搭配很多像是一些复古的那种牛仔妈妈裤啊，或者说像是一些半裙什么的，我觉得都很好看。然后尺码上面同样的这个牌子的鞋子呢，我也是会倾向于去选大1到1.5码，这样子呢会比较的舒服。那接下来要分享的第9双鞋子呢，真的是一双我近期又爱又恨的鞋子，真是爱的有多深就恨的有多真切。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在镜头前面就看到就觉得说哇，超级想要拥有。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鞋跟的这个位置，大家看它是一个这种圆圆的圆鞋跟的设计，同时呢还是两边不对称的这种感觉。但是呢，这都还不是它颜值的巅峰，它颜值的巅峰呢是在配有的2个宽边的系带给系上去之后，搭配的这个宽边绑带绑上去之后呢，大家感受一下它的那个不对称性又更加的加强了嘛。所以呢，这双鞋子我真的是在网站上面看到那张图片，就立刻决定说我一定要拥有它，它就是写了我自己名字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恨它的部分呢，同样也是因为比如说第一个这个宽边的绑带，这个宽边的绑带真的非常的难操作，且同时呢，它这个绑带不是说给你固定好的，就是你得需要自己绑，一直搞不清楚它要怎么绑才会就是很好看。时不时呢又会觉得说它过长，时不时呢又会觉得过短，所以后来呢我就决定放弃那2条绑带，就想说可以直接这样子穿着出去嘛，因为直接这样穿它也是一双特别特别好看的鞋子。然后我就兴高采烈的穿它去拍照啊，可能也就拍了1个小时吧。结果回来之后，我就发现我的右脚的这个位置上面被磨破了一块皮，真的整个就磨破见血了那一种的。说真的，一开始我还挺纳闷的，想说为什么前面它的这个皮质也不是很硬，没有道理说才穿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就直接会磨破皮。后来我就发现说是因为它的这个鞋跟，就是因为它本身的重量过重，所以呢在你没有这个绑带的基础下面呢，你走起来的时候完全的 focus 在这个位置上面了。再加上我本身的走路习惯重心呢会比较偏右边一些，所以呢左脚完全 OK 没有任何问题，然而右脚呢就是
直接挂彩。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一般来说新鞋都会有一些磨脚，这可能是因为你第一天才穿这双鞋子。那我确实也不否认这个说法，但是呢，自己目前那种心理的落差，你懂吗？就是现在有一种非常气馁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每当我看到这双鞋子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种不忍心放弃它，所以呢，我想说这段时间我再尝试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可以呢让它穿起来会更加的舒服。OK， 那今天视频最后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双鞋子呢，就是一开始我本来并不打算想要分享了，但是呢，我觉得还是拿出来说一说吧，因为它本身鞋子的造型上面真的看上去就跟某一个大牌的某一个知名的鞋型真的一模一样。这个鞋子前面的这个蝴蝶结绑带，大家一看就应该知道它是在模仿哪一个牌子了。那我之所以入手呢，真的是因为我太喜欢这个鞋型，且原版的就是那个大牌的设计，我本身是有去店里试嘛，他们最小的 size 我穿也还是会在脚后跟露出来挺多的，所以呢穿上去就是没有那种刚刚好很好看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因为它本身鞋子的价格就还挺贵的嘛，所以呢你就会有一点不甘心说要买一双这么贵但是呢穿上去又不是很合适的鞋子。然后我手上这一双的话，它是一个韩国的品牌，我觉得他们整体的这个鞋型几乎就是跟那个一模一样，所以呢，对于那些34码、33码这种小码脚的那个女生来说呢，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可以考虑去选择这样子的一个替代款。而且呢，因为这个韩国的牌子它本身做出来的鞋子质量什么的都还是挺好的，所以呢，其实也是可以穿好几年的时间都没有问题。然后这个鞋子它本身也是属于那种一年四季都可以穿的。我入的是一双这种纯黑色的，绑带这边呢是一个皮质的材质，然后呢在鞋身上面的话是一个麂皮的设计。那这样子的鞋子其实说真的本身看去挺有高级感的，就又显得很优雅，所以呢基本上也是属于那种可以 dress up dress down。 OK， 那以上这些呢就是这期视频我所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关于今天这10双鞋子它们的一些购买信息，以及说我能找到的一些折扣信息呢，我也都会把它们总结好放到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面。那就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视频，如果你喜欢请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